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来到了江苏宿迁，旁边呢是京杭大运河。今天来看一座龙王庙，也是行宫。在清朝的时候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5次的来到这里居住，从而说这里呢是乾隆的行宫。不光是乾隆来过这里，他的爷爷康熙下江南的时候也来过这里，因为靠近运河哇。乾隆坐船就水路下江南的时候比较方便嘛。现在来到了大门口，这里呢既是行宫也是龙王庙。始建时间是清朝顺治时期，到了康熙23年，在这里呢改建龙王庙，主要是由于那个时候黄河泛滥，为了治理黄河，为了祈求风调雨顺，于是呢就在这里建造了一座龙王庙出来。大部分的龙王庙都是跟水患有关，都是祈求风调雨顺。康熙下令修建的，后面雍正、乾隆、嘉庆各个朝代的皇帝都经过复修和扩建。那作为世事要学习他爷爷的乾隆，他自然而然也会来这个地方。看这个建筑确实有点精美，有点像是宫殿的那种布局。龙王庙行宫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早期呢是龙王庙，后来乾隆来的次数多了，我们就称它为行宫了。主要也是乾隆在这里住过住了好几次。关于乾隆下江南的故事，大家听过很多，有一些影视剧也演绎过嘛。他六下江南，他的爷爷也是六下江南，可能是乾隆不想超过他爷爷吧，要不然下江南的次数会更多。现在准备进去了，这边的门票是60块钱，稍微有一点点贵。已经进来了，刚进来就看到2座比较巨大的牌坊，一前一后。当时乾隆来到这个行宫里面，就是通过这2个牌坊进入到里面，那相当于这是一个关口一样。牌坊有3个门，中间肯定是当时乾隆走的，那些大臣随从必须是从2边的，这是有明文规定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牌坊叫做海晏，前面那个叫做和亲。这名字并不是随便起的，而是当时黄河泛滥，水灾严重，心系天下的乾隆便下令将这2座门分别问为和亲坊、海晏坊，寓意呢是黄河水清，大海无浪，希望天下太平。这个里还有一个特点呢，是有点像宫殿前面的广场一样的。比方说如果是故宫的话，那个是午门，那这2边也是有建筑的，刚好前面是一个广场，这里弄成这样子呢，可能也是参照的，因为毕竟是作为皇帝的行宫嘛。他从这2个门进来之后再往前走，这里呢是叫做3门。那么我们如果对照南京故宫，是不是有一个午门或者是中华门这一些啊？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。对面是和亲牌坊，乾隆当时呢，他有时候是从后面的海晏牌坊进入，有时候呢是从这一块进入，等于2个方向都可以，因为在前方也有一个大门，真的确实是有点像是一座宫殿呢。这边还有个小湖泊，它是叫做龙船。相传呢，原来是龙王内庙的一个泉眼，泉水来自龙王庙南面的黄河。乾隆皇帝2向江南，来到这里见泉中鱼虾嬉戏。这个池内呢还有莲花，顿时呢心旷神怡，龙颜大悦，随口称泉池为龙泉，并还作了一首诗。当然乾隆的诗我们就不用提了，他应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作诗最多的皇帝，1万多首。但实际质量怎么样的话就很一般了，他后面的人以及当时那些大臣评价乾隆的诗都是一般般。像有一个影视剧好像是乾隆大帝吧，里面就有人说乾隆的诗真的是不行。这个空旷的也叫做3门广场，在前方呢有一座戏台，
当时乾隆来这个行宫的话，经常会在这里听戏的，可能就是坐在这一块，有人在上面表演。当然他的随从那些大员也会在这里，特别是像是江苏巡抚或者是两江总督，肯定是要来迎接乾隆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呢，是后面修复的，也是近些年吧，原本的是已经损毁了。戏台的对面是山门，整体看这个建筑呢也比较有气势。在前方呢还有2只狮子，这个狮子是清代早期的，中早期的，和我们在唐朝陵墓前面看到的狮子有所区别啊，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点。这边角有点损坏了。我们经常说东雄西雌，那么这只狮子呢是母狮，它脚下应该是踩了一只幼狮子的，这个爪子刻画的是很精美啊。狮子在陵墓、宫殿、殿宇前面是比较常见的了。这就是山门，挺有气势的。中间这个门呢是乾隆来的时候走的，两边呢还有小门，那文官走这边，武官走这边，就是文东武西。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些脊兽，算是西山顶了，这个建筑等级还可以啊。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大门上面有几个字是乾隆亲自写的，赐建安南龙王庙，因为本身这里早期就是龙王庙，是建于清朝康熙时期，包括这个山门最早呢也是建于康熙23年。我们来里面看一下，这里面是2尊水神，我们在寺庙看到这里呢是四大天王，而这里不是啊，因为本身这里是龙王庙，又靠近黄河，相当于是治理水患，祈求太平，那放水神就是正常的了。过了山门，来到了第一进院落，左边是钟楼，右边是鼓楼，左钟右鼓，晨钟暮鼓，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了。这第一个院落最主要的是前面这个建筑叫做御碑亭，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天坛呢？这座建筑呢就代表了皇家的气派，算是富丽堂皇了。它是6面形，共有12根朱红色的柱子支撑着，里面呢主要是有一块碑，它上面的话是圆形，中间呢是6边形，整个顶部呢都是琉璃瓦，这肯定也是跟行宫有关，要不然是不能用这个琉璃瓦的。主要是看一下这个碑上面的文字是乾隆亲自写的，这块碑大家不要小看了，上面呢是乾隆亲自题写的5首诗文，还有一道圣旨，详细记载了修建这座龙王庙的原因和过程。这就是碑文。在这个碑的顶部也是亭子上面有一条巨大的龙在看着下面，美感十足啊。碑的前面是写建造这座寺庙的原因，碑的后面是乾隆的诗。乾隆写的字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在远处看一下这座亭子，它像是一把伞，也是皇权的象征。在这里也来说一下乾隆的小趣事，他的诗词写得不好，这是大家普遍的看法。另外呢，很多人也认为乾隆当皇帝呢也不算成功，他算是一个败家子。因为他父亲雍正的时候，清朝还算比较强盛，在去世之前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家底，国库呢也很有钱，很多事情呢都帮他解决了。而到了乾隆呢，他就开始享受这个清王朝呢，在他手上算是慢慢走下衰落。最后呢，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儿子嘉庆。那实际来讲乾隆可以说并不是这样，他呢算是一个很成功的皇帝，就是天生的皇帝料子。只要你皇帝需要哪些因素，乾隆就真的有。
就大家如果去仔细看一下乾隆的资料的话，会看到他算是一个天生的皇帝，天生的政治机器，冷酷无情。乾隆有一个很厉害的才能啊，就是他的手下那些大臣很难欺骗到他，就他经常呢会把那些大臣上的折子啊前后对比，看看有没有说假话，看看前后会不会是一致的。特别是在对西南用兵，应该是大小金川的时候吧，他就通过那些前线的将军前后的奏折不一样，发现了问题。这是一个很强的才能啊，就是说他在紫禁城通过奏折可以看到前线的那个局面，然后进行指挥，这就需要很强的能力了。乾隆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幸福的皇帝，他大概是24岁继承皇位，那个时候他父亲雍正给他留下了深厚的家底，也就是说他当皇帝不用为钱财发愁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到了中期的话，很多皇帝都会因为国库没钱而发愁，而乾隆没有，从24岁当皇帝，整整当了60年，后面呢又当了4年太上皇，整个掌权达到了64年，是中国封建社会掌权最长的一位皇帝。在早期有他父亲给他留下的家底，不用钱财发愁，到了晚年国库没有那么多钱，那又出现了和珅这位理财大师，帮他筹集钱财，也就是说在他掌权的64年的时间，没有为钱财发愁过。前方是仪殿，应该是经过翻修的，布局跟刚才是一样的，跟三门差不多。那这里呢也是一道分界线，是1进院落和2进院落的分界线。这上块有个匾额，写的是法语慈云，就是祈求风调雨顺。这里面呢是4位水神，这和我们看到的4大天王有点类似啊。进来之后是第2进院落，前方呢是龙王殿，也是主殿，这个是重檐歇山顶，等级非常高啊。大殿两边呢是东西配殿，先去东配殿看一下，它是有一些塑像。它这个大殿呢有意思啊，主色是朱红色，但是呢柱子呢又是黑色，红色呢是简单不失大气，黑色呢作为点缀，增加了一份庄重。这里面供奉的是5大水神，这是丹阳湖水神，中间呢是太湖水神。江苏有个太湖嘛，非常大，景色也是非常美。当时乾隆来到行宫里面，那些文官呢在这里面等待写奏折，随时呢听候乾隆的召见。相对应的西边是武官等待的，叫做西配殿，这里面也是5位，性质都差不多。开始下雨了，前方是龙王殿，也是主殿，重檐歇山顶。大家看一下，在屋角的话是有脊兽的，它这里的每座大殿都有啊。当时乾隆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会在龙王殿举行祭祀大典，毕竟皇帝也是希望那个风调雨顺嘛，国泰民安，黄河不要泛滥。更何况是作为乾隆来讲，还有一点这里的特殊之处是琉璃瓦采取了黄绿蓝3种，这也是比较少见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去里面看一下，那个匾额是福佑龙和，保佑的意思。中间的这个塑像是东海龙王，一般龙王殿都是这样的。那乾隆来到这里的话，举行祭祀大典还是很隆重的。在两边呢是8位水神，8大水神4位。龙王殿后面属于灵官殿，这一块呢也算是一个分界线，
我们经常在陵墓或者是宫殿说前朝后寝，那这里的布局也是一样的。乾隆来到这座行宫龙王庙之后，前面的事情弄完了，他就要休息，就是通过这里进去，包括他的妃子也是啊。然后呢，文武大臣就不能再进去了，这等于后面是乾隆的后宫一样的。侧门呢，就是那些服侍的人员过往，乾隆和妃子本身是从这里，那两边呢还有房间，这应该是一些守卫就在这一块，或者是有一些太监在这里值守，有什么紧急事情的话，就通过这一块去里面向皇帝汇报。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，当时乾隆也走过啊，他就是通过这里进去的，在里面办公，在里面休息。这里叫灵官殿，那里面供奉的肯定就是灵官了，这是灵官神。过了灵官殿是第三进院落，也是乾隆和他妃子居住的地方。前方那个建筑肯定是乾隆用来办公、用来居住的，他的妃子呢就是在两边。在这个院落里面还有柏树、柿树、桐树、椿树、槐树、杨树6种，取谐音是柏柿桐椿、柏柿槐杨。去看看乾隆居住的地方，1楼应该是他办公的，2楼呢是他居住的。这里以前呢也是叫做禹王庙，大禹治水嘛，里面供奉的也就是大禹。当时乾隆来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会祭拜的。旁边算是乾隆的书房，这里还有一些塑像，场景表现的是黄河患难之时，乾隆皇帝呢亲临水患之地，晚上呢面对地图研究如何治理黄河水患的场景。这座龙王庙不光是乾隆来过，他的爷爷康熙也来过，就从而想象得出来这个位置的重要。乾隆6下江南5次呢在这里下榻，在这里居住，从而才会说这是行宫嘛。这里还有个桌子，当时乾隆简单的看书或者办公也会在这里，相当于是一个小的书房了。在以前的话，这里应该是有很多古玩、字画等等的。另外这边也有一些塑像，展现的是黄河水患严重，乾隆呢亲自带领地方官员及河务官员一起视察黄河的场景。乾隆和官员他应该是站在河堤上面，下面呢是黄河，这明显是黄河患难的场景啊。在古代黄河治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。我们之前好像也看到一个电视专门讲述治理黄河的场景。1楼是乾隆办公的地方，2楼是他用来居住的，也是寝宫，但现在好像上不去，有点可惜啊。在大殿的两侧也是有东西配殿的，这里呢有其他的名字，叫东宫和西宫。这边呢是西宫，是乾隆的那些妃子居住的，因为和乾隆南巡的不是一个妃子，还有皇后那些人，那么他们就会分别在东西配殿里面。这是一些妃子的塑像啊。当时乾隆的皇后那拉氏就是在南巡的途中得罪了乾隆，后面把他送回了北京，算是废后了，没有明确的废后，但是相当于软禁了。这个在影视剧里面都演绎过了。这边是东宫，那边还有御膳房。反正乾隆南巡的话，人员是非常多的。乾隆一般不会来东西配殿的，他如果要妃子侍寝的话，就会把妃子叫到他居住的地方。这还有梳妆镜，都是标配的，床在那一块。整体房间卧室都比较小啊，这是正常的。你就算皇帝，他的卧室也比较小。如果大家去过故宫看就知道了，你像慈禧他们居住的房间都是不大的。这边是御膳房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独立空间呢。
可以说给乾隆做饭的人是有很多的。这边是厨房，空间非常大，看到一些碗装菜的，灶台在这里。现在这种传统的土灶真的是比较少见了，它下面应该是风箱。我还是挺喜欢用土灶做饭，味道比较不错。那这一块呢，就是操作台了，当然都是现代的，原本的肯定没有的。隔壁是御膳房，乾隆吃东西的地方，山珍海味啊，古代皇帝吃的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能够坐在这个桌子上吃饭的，如果皇后来了，那基本上是乾隆和皇后。后面属于御花园了，真的挺会享受的。御花园、御膳房全部都有。刚刚我们在乾隆住的地方看到有他小的办公室，那这一块据说是他的御书房遗址，就是碰到大事呢，他就在这里处理，或者是召见官员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了。西御花园，那证明东边也有。这里基本上就跟乾隆的宫殿是类似啊，他吃完饭可能就在这里散步，或者是说有时候和和珅啊聊天啊，可能也会走在这个花园里面聊一下，布置一些事情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环境都还可以，那在那个时期可能环境会更好。当年和珅应该也来过这个行宫，因为在乾隆晚年他南巡的话，和珅也是在的。在晚年的时候，乾隆已经离不开和珅了，很多事情都要和珅去处理。只不过和珅最后的下场不是很好，他也可以说是被乾隆摆了一道。整个这个行宫到这里就差不多看完了，整体感觉还可以啊，建筑也挺精美的。在现在仅存的乾隆行宫，这个算是大的，算是不错的。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，门票是60，如果买了江苏的旅游年卡是免费的。我之前说湖北的旅游年卡不错，来了江苏之后，我发现江苏的旅游年卡也挺好的，挺划得来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